如果台独分裂势力和国外的一些支持台独分裂势力的政府或者是组织来插手的话，我们也不怕，我们有能力来应对这种干涉，我们有能力来完成我们的统一大业。大家好，我是曹伟东。解放军在台湾岛周边的这个演习引起了不但是我们国内的关注，而且也引起了可以说是全球的关注。因为这个军事演习，它有几个重要的指标：一是时间，二是地点，三是演习的规模，四是演习的科目，五是演习的企图。我们先从前面进行分析。那么这次的演习，它的时间不是说我早就确定好了要在8月几号，然后呢，在哪个区域进行什么样的演习，而是专门根据就是当前台海局势发生的变化，国际环境发生的这个变化，专门组织的一个演习。那么这个演习的时间是根据美国的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来决定的因为我们一再警告，就是搞这种分裂行径，搞这种踩底线、踩红线的行径是要受到惩罚，是要玩火者没有好下场的。那么我们现在这个时间是在警告台湾分裂势力，所以这个时间是根据佩洛西窜访台湾来确定的这是时间的特点。而这个区域呢，有些时候呢，我们这个区域定的呢，就是离台湾这个岛相对的有一定的距离起码就是以台湾当局他画的这个所谓台湾海峡的中间线呢，一般还是靠大陆这一方面这样呢不会造成他的恐惧，或者呢就是引起其他的这个不安。那么这次我们看它的这个区域的划分，也就地点的划分，完全是围绕着台湾岛不但是像有些时候在岛的东北或者是这个西南两侧搞，而是说呢东南西北全都搞，而且是6个区域过去我们有的时候演习就在这个比如说北边的区域里边演，或者是呢就在南边的区域里边演，很少呢有多区域里边进行这样演习的。而这次你看这6个区域一划分，那显然是把台湾的这个岛包起来了，所以这个地点跟以往有很大的不同，一个是多，一个是近。所谓近，就是不但向东扩展到了就是所谓的中心线以东，而且更接近就是台湾岛的方向。那么这个是一个变化，还有就是它的这个点的这个位置跟很多的这个军事目标或者是战略目标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在东部无论是台东花莲这样的这个地区呢，都是台湾的重要的军事基地。那显然你靠近这个区域演习，很针对性的目标就是这个东部的它的军事基地。那么比如说在北边针对一些军港，那也是在进行军事上的演习。南部就是这个口子，我们注意到不但要把台湾海峡这个南部的口子给它封好，还有呢就是有一个区域呢是靠近38海峡、巴士海峡、巴布沿海峡、巴林塘海峡，因为这是南海进出这个太平洋的主要的通道。其实有的时候日本的这个自卫队也在这儿进行反潜，因为他也很担心，就是这过往的船只你要进入太平洋，从南海比如从中东运过来的石油你要从这儿进入太平洋，经过38海峡，那么会不会底下有潜艇有潜艇就对这个水面航行的这个舰艇造成了巨大的威胁所以呢，它要把好这个口子。而这次我们的演习就在这个口子上，所以你看，它一个是非常的靠近台湾岛，还有一个呢是在重要的军事的目标附近，是在重要的海上通道附近。那么我们再讲，就是从这样的时间地点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种针对性。还有呢，就是既然你是军事演习，它是有企图、有目的的那这个企图或者目的，就是要通过人民解放军对这个台湾岛的这种军事打击和威慑的能力，
来告诫台独分裂势力，就是台独是死路一条，我们要告诫就是外国的就是干涉或者企图干涉中国内政的这些人，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有能力、有信心维护祖国的安全，有能力在需要的时候解决两岸的这种分裂问题。所以我们看到，就是统一是必然的趋势，就是我们希望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但是如果台独分裂势力和国外的一些支持台独分裂势力的政府或者是组织来插手的话，我们也不怕，我们有能力来应对这种干涉，我们有能力来完成我们的统一大业。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关注本栏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